过这位英国网友的分享，我就想起几年以前，我有一位朋友长期旅居在伦敦，他回国的时候跟我说起他在伦敦要对某几颗牙齿进行治疗。他虽然已经预约了英国那边的牙医，结果这个排期很长，直到他回国之前都没有轮到他得到治疗的机会。所以呢，他只能带着尚未治疗的牙齿回到了国内。结果呢，他在我这边重新进行了检查，制定了一份新的治疗方案。而这份治疗方案跟他英国医生提供给他的治疗的建议几乎一模一样。结果呢，他在中国的牙科诊所，但却是一家私立的牙科诊所里面获得了高效，相信也是高品质的治疗。而且让他感到惊奇的是，我给他提供的治疗方案，他的流程和他在英国那位牙医，我相信是一位和 NHS 挂钩的牙医的方案的显著差异。英国牙医给他提供的整个诊疗的流程更为缓慢，你要访问牙医的次数更多。我猜想公立医疗机构的牙医都有一个必须将医疗时间更均匀、更平均地分配给更多病人这样的一种责任。也就是说，这个体系规定他每天你需要看多少的病人，才有可能来获取你这个医疗机构或者你这位医生最基本的医疗收入。这就像我们这边的公立医院医生在每天的诊疗时间里面，必须把他的时间分成几十甚至更多次的小块的时间，这样他每次预留的时间能够为他的病人所做的治疗非常的有限。这就使得他不得不拉长战线，把一个原本1、2次就可以完成，但是你必须倾情投入更多时间的诊疗，就变成了你必须去4、5次甚至10来次才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病人不但损失的是时间，而且有可能重复打麻药，每次都会重复临时的修复等等这样的没有必要的过程。那这也是你在2种不同的体系里面做出不同的选择，你要选择相对廉价，但是它可能效率比较低下。而另外一种，你可能选择的是一个高效，同时确保相当品质，而且体验更好，受到的痛苦更少，但是你要支付高额的费用。这2方面你可能要做出一个选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我的这位朋友现在想来，他也是在那边无法忍受，或者是他没有办法等待这么一个虽然貌似完美的国民健保这样的好处，结果只能是不得不舍近求远，回到了中国，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当然也花费了一些费用，得到了应有的治疗。前一阵子我去香港拜访我的牙医朋友，其实香港呢，它就是有英国医疗的缩影。在很长的时间里面，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它采取的政治、经济、医疗等系统基本上都是英国的翻版，所以香港老百姓身体健康的管理也是仰仗政府的公立的医疗体系。虽然没有达到免费这样的程度，但是他们确实可以以一个微不足道的诊金就可以去公立医院看诊，解决那些健康方面的管理问题等等。那同样的问题是在香港，如果你要做一个手术，你会有漫长的排期，甚至有很多人忍无可忍，他还是要回到大陆来找一家医院或者是私立的诊所来解决问题。牙科也是同样，因为牙科它并不是一个关乎生命这样范畴的治病救人的医疗，而更多的呢是让你的生活变得更为美好，对你的人生是一种锦上添花的医疗服务。所以你也可以去公立医疗体系里面的牙科预约诊疗，但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你的病情也允许你在漫长的等待之后，等到你去见医生的时候，它没有太大的变化，那这是你的运气。而很多的情况，你必须要承受更高的代价，去找一家私立的诊所，得到更加快捷有效、更好的服务、更好的品质的治疗。我也曾经在其他的一些国家学习或者生活过，我相信同为英联邦国家的加拿大，它也是采取了和英国类似的一种国家医疗保险制度。也就是说，你在加拿大
一般的身体的健康维护、预防、保健，你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医疗体系，以一种免费或者很少费用去得到这方面的服务。但同样的，你如果是有一些重大的疾病，比方说肿瘤，比较急迫的，甚至会对你的健康造成威胁的一些疾病的时候，你恐怕就会陷入一个两难。你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国家保险自己不用花费的治疗，你有可能就要漫长的等待，而在漫长的等待过程当中，你的疾病的变化或者恶化，甚至会错过看病治疗的时机，甚至会危及你的生命。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要何去何从，做出怎样的选择？那幸好呢，在这样的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它的牙科虽然它跟这些国家的医疗保险制度或者医疗体系挂钩，但是呢，它又不是完全从属于这样的国家健康服务体系里面，它会比较遵从牙医们自己的选择，它可以挂靠和这样的政府医疗服务体系合作，或者受雇于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同时呢，它可以独立于这样的体系之外，做一个自己自负盈亏，面对自己的病人的群体，也就是纯粹的私立的牙科诊所，或者呢，两者兼而有之。也比方说，在台湾，几乎所有的牙医，它都是跟他们的国民健保这个体系挂钩。但是病人在这样的诊所里面就诊的时候，他也必须要做出选择，因为有一些诊疗项目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健保体系下结算，也就是说，你只需要支付非常少的诊金和治疗费用。但是也有很多的一些质量更高、效率更高或者难度比较大的治疗项目，你可以选择自费的形式来提升治疗的效率，提高治疗的品质和期待更好的结果。所以今天呢，趁着在家，因为下雨没法外出，就在家里呢录一段牙医说的视频。首先呢，对观看我视频的这位英国朋友表达我的感谢啊，谢谢他的分享。那我也希望观看我视频的世界各地的朋友能够和我，其实是跟更多的朋友来分享你那边的看牙医的情况、看牙病的流程，以及你在看诊过程当中的感受。第二的也是趁此机会啊，对于不同的医疗体系下面的看牙医的情况呢，做一个分享。相信我们以后还会分享更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访问牙医的预约、诊疗流程、治疗过程、看诊体验等等方面，敬请大家期待。那今天的牙医说呢，我们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下一期健齿时尚专栏再见，谢谢大家的聆听，再见，拜拜。